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应该是只有一个主题啊，对吧？除非时间不够来说，就是今天讲主题就是 Sinatra 的实物分享这样。那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随时问我这样。然后就是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就是邓木凡，就是正名起来是有点像小说主角名字，不过这也不是我取的。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就是农场名称就是 Ryudo RYUDO， 这个名字是那个某个小说，就是如果有看田中，如果知道《银河英雄传说》那个作者的小说，就知道我是谁。然后我个人是从07年初开始使用 Verse， 然后我现在就是自己出来开一个软体工作室，其实主要是在经营网站。就是最下面这两个，这是我们现在主力在经营的两个免费论坛系统网站，就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样。然后我的工作应该说是以前啊，就是游戏开发，就是大概有大概10年左右的经验，就是这个是我第一个制作游戏。就是如果玩过这游戏的那个一定要来找我，对吧？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啊。1996年的游戏，还是这种磁碟片。如果找你的话，会有更新版本吗？不会啊，不会啊，我只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帮你在上面签名可以啊。还附赠磁碟机耶。就是真的有玩过啊？哦，没有。上次莫名其妙问进来2个玩过，我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这是我最后一个参与做的游戏，就是《曙光来》，这个应该听过的人就比较多，因为广告打得凶，一个月花3000万打广告，对吧？到现在还在乱。然后这是我今年议程主要是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瑞克，然后 Sinatra， 然后再就是如何把你的城市从Rust转成 Sinatra 的架构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案例介绍。那要讲到 Sinatra 之前，一定要讲到瑞克这个东西，因为 Sinatra 是基于瑞克的基础在做的东西。那瑞克是什么呢？瑞克就是它提供一种标准的规格，让 Web 伺服器和你的城市之间的交互应用。就是说，如果你写了符合规格的东西，两边是不需要担心别的问题，就可以一起做服务这样。那我们一般一个 Rack 程式从一个 request 的发生，它的一生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从一个 request 发生之后，就是 Web 会传到 Web server 嘛 ，Web server 上面就会把它的那个 request 的讯息打包，按照 Rack 的规格传到 Rack 的程式。右边就是所谓的 Rack middleware， 然后我们会介绍，就是说我们的 Rack 程式一般称之为 Rack middleware， 然后 Rack middleware 会把它会处理完之后，然后把 response 的讯息按照 Rack 的规格再返回。这是为什么会有 Rack 这个东西的关系，就是因为要能够整合不同规格的东西在一起。然后这是符合 Rack 规范的应用程式伺服器，就是说你只要按照它的规格写出一个叫 handler 的东西，那其他用 Rack 写出来的程式就可以直接套在上面去，就不需要去做额外的更改这样。那一般主流的应用程式伺服器或是网页伺服器规格几乎都有support。接下来我们讲一个简单的那个 Rack middleware 的一个最简单的范例，这样，它就是你有一个 class， 然后你有 initialize 之后，最重要是那个 code， 那个 code 会接受一个 env 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传来你的 request 的 header 这些东西，就是 request 的资讯，然后它不管怎么样处理，最后就会 return 一个阵列，这个阵列就是包含 HTTP status， 还有它的 header response 的 header， 最后是 body 这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做法。所以它返回值就是这几个东西。如果你去看到外面的那个任何 Rack 程式，最后都一定会有 code 这个东西，
西，然后它返回值一定，最后不管怎么样 run， 最后一定有这样的东西 return 出去。那它 Rake 有个特质，就是它有一个可堆叠性的架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很多个不同 Rake 程式叠在一起，然后去做 service。那它当一个 request 进来的时候，它的 request 就会先从第一个程式进来，接收这个 request， 然后第一个程式进来之后，它再传给下一个程式，就是这样，它这样一个层每个层执行之后，最后一个执行的人就会把它最后的 response 回到 Web Server 这边来，所以它的执行它是有顺序的，而且它可以叠在一起执行，这是它一个特色。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 Rake Middleware 这个东西。那基本上我们撰写的程式只要符合 Rake Spec， 它就是可以称作为 Rake Middleware。那就是刚刚讲，就是可以整合在一起回应，然后每个程式之间，就算在一起回应，就算在一起有顺序执行的状况下，互相之间并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存在，就是也不会每个 class 之间也不会互相影响，它只是每次最后会 return 出来这个 response。那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大类，就是如果在 GitHub 上面去看到这些 Rake 程式的话，大概会有几种。就是最基本就是直接生出 response， 就是我们自己去写网站程式的时候，就是最后有 response。那或是修改 request， 就是说把那个 request 里面的 header 或者参数做修改这样。那第三种就是篡改 response， 就是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做 GDI 压缩这件事情。或是最后一种就是把 request 做不同的分派，就是因为你既然可以堆叠的状况下，你要怎么确定某个程式是处于哪个 URL 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middleware 去做分配的动作。然后我们大概稍微示范一下什么是它的可堆叠型架构，就是这段程式码就是里面有两个 class， 这两个 class 都是 Rake middleware。那这是一个设定档，设定档就最下面是 run 就是到最后会第一个当 request 发生的时候会第一个执行到的程式，所以就是现在有亮，就是变暗的这一端。然后如果第一个找不到，第一个程式找不到符合的 URL， 就是他找不到对应 URL 的话，他会去找下面的。然后当我们在浏览器上打开浏览器就是如果输入 hello， 它就会回应上面这个你好。然后如果是输入根目录的话，就会照刚刚上面写这是根这样，就是它会用不同的 class 去做回应。那这两个 class 都是个别的 Rake middleware 这样。所以它其实只有一个 response， 就是说它的不同的 middleware 的 handler， 其实它是应该说最后它就是 return 一个 response。它每一次的时候都会把你已经改过的结果传给下一个，所以它会有顺序性的问题，对吧？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它可以，因为它可以得到那个每一个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环境，然后。但它就最后 return 刚刚的3样东西出去。那有没有就是会有篡改的？应该说，假设你希望结果是有某些内容跟某些呈现方式，那个我会改啊，所以它有顺序的问题，所以有可能顺序不对是有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刚刚就是表达这件事情，就是说互相不干涉的程式，它可以在一起。这是它的特色之一。那一般来讲，我们在Rake下面的 framework 在写程式的时候，它的规范层级其实是像这张图这样，就是说 Rake 本身它的规范，那 Rake 像很多 Rake middleware， 它是遵照 Rake 的规范，但是我们自己在写 Sinatra 或是 Rails 的话，那我们按照 Sinatra 或是 Rails 的规范，它的层级是在 Rake 之下，但是我们在遵守这个规范的写的时候，也等于是已经写成一个Rake程式，
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你看到外面很多 GitHub 上它的程式，如果它注明它是 Rake 下的话，那它是在黑色这个范围，那我们自己写的是在白色这个范围。那如果你用的 plugin 是 Rails plugin 的话，它也是在白色这个范围。但是现在有的是如果它是 Rake 的程式的话，它就在黑色这个范围，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 Rake middleware 弄在一起？就是需要透过一个 Rake up 的 file， 这个启动档。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所谓config.ru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组到，要怎么透过设定之后把所有程式组装在一起。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范例，这样，这其实跟刚刚上面那个有点像。那这个档案里面就是第一个，你会最基本要 require 最基本的 Rake 或者是其他的元件，然后use 的这一行，就是现在标蓝色的部分的话，它就是说你用了一个 Rake use 这件事情跟 run 不一样，就是 use 可以 use 很多个 ，run 只能 run 最后一个。那 use 的话就是我要用这个元件，然后后面的逗号之后的那个是它的设定值，这个会对应到时候你这个元件的那个 initialize 的那个 method 里面。所以这是做它的设定的动作。那等到旅客进来的时候，这两个 middleware 都会发生作用。所以最后我们要讲到这个 Rake Spec 这个东西，那它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小规范，它的网页就是在这个 URL 上面，它的规范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1页多而已。那它的规范对象就是2种对象，就是你写 Rake middleware 的人，跟你写那个 APP 或是 Web Server 的人。那它规范的范围就是 I/O 或是环境变数、HTTP status 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如果在写 Rake， 就是大家在写 Rake 程式的话，它有这些方便性，因为接下来我会说明这样。第一个就是跨 Web Server 的资源性，就是说我们写 Rake 程式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环境怎么样。这一点是算蛮重要，因为就算是用 Rails， 你搭配不同的那个 Web Server 的时候，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差异。就是它某些时候带的那个，例如说，如果你是搭在某个那个 Sub UI， 就是说你不是在更目录下的话，某些时候它的环境变数，你写 Rails 的话，你在不同的 Web Server 上会有很多环境变数上的差异，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你的问题。那自从有 Rake 之后，这个问题是变小了很多。然后再下来就是可以在一个基础上面去写 framework， 因为 Rake 它已经帮助你，它已经帮你把这些东西规范好，那你就可以如果你要写 Web framework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些基础上面去写，就是比你从零开始的话，那个方面性是差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现在 Ruby 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 Web framework， 就是因为有 Rake 这个东西才会传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写的程式，就算是在不同 framework 下，只要这些 framework 是它的符合 Rake 规范的话，就可以放在一起服务。就是说，我可以在 Rails 下面挂 Sinatra， 或者反过来，这些都以现在的架构来说，这都是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基础元件可以共用跟扩充这样，因为它都有提供很多种 cookie 啊、session 啊、上传认证这些元件，那这些元件本身都可以跨 framework 使用，然后你要再去改写扩充它的话，它就可以一样，也是可以给其他跨 framework 程式使用，这方便性都是非常好这样。那我大概可以随便列举一些常用的 middleware 这样，这是最基本的 session， 像 Sinatra 也是就是扩充Rake它基本的 session 去用。那这个 session 下面它就有分 cookie 啊、init cache 啊，
或者其他的方式。然后 OS 就是 HTTP 认证最基本的那个输入账号密码的那个方法这样。那还有人写出来的 cache 和 bug 这种东西，就是 cache 的话，它就是纯粹的坏曲，它也不会管你什么，你只要写说 expire， 你只要某个处理前面写 expire， 它就过期。然后这也都是可以跨 framework 做。那 bug 的话，它是会在浏览器上面出现一条，那可以让你，它会把那个你的 response 里面的花时间那些资讯列出来，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文件。然后这份有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是要从 Sinatra 开始的，就是前面花一点时间。就是 Sinatra 它的特色就是它是用它的你在写处理 controller 的时候，你是用一个 DSL， 就是有点口语化的方式去表达那个 URL。然后当然前面讲过，就是它是 based on rake。就是按照之前那张图，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rake 的层级上面，然后它本身就是它的 request 或 response 也都是改写自 rake， 所以它就是一个完全符合rake规范的 framework。那它真的是，如果你要就是你要写简单词的话，真的非常简单，所以就有人说它是 deadly simple。就是说，我们现在最简单的一个 Sinatra 程式，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展示。那它就是一个 get 一个动词加上它的 URL， 然后你也只要用个 RB， 你甚至 template 也可以 inline， 就可以在这个 RB 里面就可以完成所有东西，就是不需要像 Redis 要 load 要搞一大堆目录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命令要打 Ruby 这个档案。它就会自动启动，就会把 server 打开。然后，如果这是前面讲这是就是标准的单档乱法，那如果你要包成 class 的话，你只要让你的 class 是继承 Sinatra base， 它就可以包成这个 class。那前面的范例就是有把两个这样 class 放在一个rake up 里面去做执行的这个范例，就是因为你只要包成 class 之后。它就被视为是可以但是它才可以包在 rake up 档案里面去做执行，因为它必须要辨认说你是什么 class 这样。然后，接下来是所谓 DSL 化，就是有点像口语化的这个 URL， 就是说，就是一个动词，就是 HTTP 动词，就是 post、get、put、delete 这样。然后再是 URL 的 pattern， 这后面会有 pattern 介绍，然后在里面包这 block， 这 block 就是你的处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return 之后你不一定要 return ERB， 就是你可以 return 字串也没有关系，return 值就是最后浏览器看到的东西。那接下来是一些示范一些简单的那个 URL 的样式，例如说。可以新点，它主要是说可以在里面做新点新，这样的话，那个每个新就会传到里面叫一个特定的那个名称的参数叫 split， 它就会每一个新都会传到，就会在这个 split 的这里也造成一个 member 这样。所以理论上这样做的话，是有可能可以弄成就是类似 REST 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如果后面新是 HTML 或是 JS， 你可以继续判断出不同结果。那比较基本就是把参数放到 URL 的样式里面，只要一个冒号加上参数的名称，它就会自动把这个东西加到你的那个 parameters 这个变数里面。这个做法就跟 Redis 比较接近。那当然问号之后的参数是没有问题，就是一样跟 Redis 相同，会加到 parameters 里面。那也不会去分。因为它动词已经在前面决定，所以它不会
它的变数也没有分 get 或是 post 这样。那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稍微有一点就是进阶的范例，就是说它可以用不同的浏览器状况下，它可以做出不同，你可以用不同 block 去回应不同的浏览器，就是用 agent 这个东西。那它的前提是说，它这个 agent 里面传的是一个正位表示式，就是你只要符合这个正位表示的话，就用这个 block 做处理。所以我可以针对 Firefox 或者针对 iPhone 去做不同的程式。那当然你也是可以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去再做后面再去做以服啊。它这个方法只是让你区别比较彻底。那它也是有 before filter 这种东西的。那它 before filter 有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说 before filter 虽然可以用 URL 样式去做决定，最早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它如果你本来平常你在用 get 或者 post 的时候，它里面会把那个像这个例子里面冒号 ID 是可以传进来，但是如果你在 before filter 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并不会有 params 冒号 ID， 就是说它参数并没有在 URL 里面传进来，这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讲，就是 before filter 没办法取得 URI 里面的参数，但是还是可以取得 post 的 params 和问号之后的一般参数，这样，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它有类似 Rails 里面那个 environment 的子目录下面，它不是有一般 Rails 不是有分 develop 点 RB 还有 test 点 RB 和 production 点 RB 这样。就是不同环境之下，你可以做不同的设定。那Sinatra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制，就叫 configure block， 就是你可以 configure 后面接一个参数，就是你的 environment symbol 这样。它这个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环境之下去做不同的前提的设定。那里面有个状况就是它有个 state 这个函式，这 state 函式的特质就是说，有点像是 set 环境常数。你 set 什么样的名字之后，你在执行期就可以用 options 点这个同样的名称去取得它的值。这边有个简单的范例，这样就是说我同一个程式里面会有依照环境不同的 configure block。那像说我这个 block 就设定 DB 的名称，然后或是错误的处理，那个 error 度是那个 error 处理的 block， 就是说，如果是在测试环境时，就把那个 debug 资讯显示出来；那如果是在 production 的话，就显示一个单纯的页面这样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设定方式。然后我们用 Sinatra 的原因，就是最大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ORM， 或是不要用任何的 DB。这一般来讲，在 Rails 至少在2是做不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样板引擎可以选择，就是不会被绑在同一种里面，因为 Rails 目前还是有压力。当然这都是在2.3的状况。那如果你用其他槽的话，它预设至少有这4种可以让你选择。那当然，它有个重要就是它的反应跟载入都是非常快速，因为它 framework 的程式码只有2200行上下。那当然，因为它没有 plugin，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 thread safe 的东西，就是说它预设是一个 thread safe。所以，但是你可以透过设定值把它改变。不过这有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你的元件有不thread safe 的话，那这程序就会危险。所以，如果你的元件有不是thread safe 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它关掉。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这个是有个人经验啊，就是说怎么样程式比较适合去让我自己拿错，就很明显就是说表单结构比较单纯。因为表单结构复杂的话，后面会介绍到，就是这个部分是它跟 Rails 最大的差别。因为 Rails 的在表单上面的东西，就是可以用的东西太多，但这在 Sinatra 上面就是零。
还是有点像回到 PHP 时代，就是什么都它的那个 HTML 嘛，就是只能用样板把参数加进去这样，没有什么附加功能。当然你要自己写是可以啦，但预设就是没有。然后 response 次数很多，因为它每一次的回应之内，它不需要 include 太多东西。像你 Rails 的话，你基本它就会 include 很多 framework， 就是它里面的下级的 framework。那在 Sinatra 里就是没有，所以它当然可以想见它的 response 的回应时间一定比较快。如果你的处理不是很复杂的话，所以最适合就是做 API 或是 RPC， 然后聊天室啊、widget 这种小，但是request次数显然是很多的东西。在这上面，如果你做的话，是比较可能都有好处啊。像你什么后台啊，或是 blog 那种表单结构比较复杂的东西的话，应该写起来是会比较累啊。那接下来就是转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现有的 Rails 程式转移到 Sinatra 上面的方法，就是其实这是一些经验分享啊。就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说，要在最小的变更之内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 ORM 和样板型大概是不会改，因为假设我是一个已经写 Rails 程式的人的话，大概我也不想改。那当然我们是要实做最低限度还有效益比较高的部分，然后尽可能去使用原本 Rails 的一些功能，把它套进去，就是减少我们程式就是大量修改的地方比较少。那我们一般来讲 ，Rails 里面有个东西叫 boot.rb， 如果大家看那个 Rails 都会用在这个档案。那我们现在也要实做一个类似的东西。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要把 library 跟 gem 这些东西给 include 进来，然后设定一些权益变数啊、快取啊，或者事先准备的东西这样。那这目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 console 的，如果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像 Rails 的 console 一样的东西的时候，说是测试的时候，你会比较好去做准备。你可以在 console 中先把这个download进来，它就等于是得到了那个程式的环境了。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些 model 就直接可以用。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范例，这样。这是我这个范例里面有一些地方要注意，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先把 model 给 require 进来，然后再来是把快取之类的东西设定，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有用到分页的话，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后面会大概讲到，就是这边讲的一些就是一些小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手动把它require进来，不像 Rails 会自动。然后我们把原本 Rails 程式再转移过来的时候，很多那种依靠 Rails 点什么 Rails 点 cache、Rails 点 root 这些东西要把它改掉。那你尤其是快取这个部分的话，你一定要找到别的类似的东西去套上去。那比较建议的话就是 Moneta 这一套快取系统。那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要 Wheel PageNet 的话，你一定要加这一行，因为不加的话程式就会出错。因为原本 Wheel PageNet 是写了 Rails 的东西，那它后面为了不要绑定 Rails， 就是有了这个选项，这个是试出来。然后接下来是 control 的部分，就是基本上 control 的部分和 Rails 差异是不大，因为大家的 parameters 传法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你有那个 form builder 的关系，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平常你在 form builder 的时候，就是可以做2层的那个 hash 列出进来，应该有写 Rails 都知道，但是说 Sinatra 是没有这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你可能要在 People Filter 里面
去照它的样式去自己制造出来那个参数的变数，这样才有办法达到同样的状况。然后第三点是，你如果要把不同的，你如果想要把 controller 分档的话，你必须要用 load 而不是用 require 的方式，因为 require 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分档的范例，就是说，你最主要在 run 的那个 class 里面，你要 load 其他你想要分档的档案，就是你要在 class 里面去做 load 这个动作。这是这个蓝色的部分这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view 和 helper 的部分，这就是写 Sinatra 和 Lewis 差异最大的地方。那一般人最容易让人感到不适，就是会非常不适应开始啊，因为最基本它的 partial， 它就没有 collection partial 这件事情，你只能自己写回圈或是一区里面再弄。当然可以自己写别的 helper 啦，这我自己是这么做。然后没有 form builder 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表单写太复杂的话，就是会让你写得很累。那当然它也没有 content for 和 yield 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自己去做那些 helper 的话，你是不能够在那个样板里面插前面，就是用 content for 和 yield 去把内容自动自由组装的方式，这个行不通。不过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人写，在 GitHub 上都有人写一些 plugin 的解决对，然后也没有那些好用的 helper， 就是 trunk 啊，就是一些日期或数字处理的东西都没有载入。那我个人的解决方法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用 open source 嘛，所以最好办法就是去 source 里面找东西，就是说你去 source 里面找某些原本 Rust 的方式是从哪个档案出来，然后看如果它没有相异性的话，就是能够尽量 include 它，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那当然还有就是 GitHub 上面有很多 Sinatra 的solution。这边有个比较完整，就是叫 Sinatra Mode 这个东西，它的搜寻里面完整套连那个 Rust 那个指令，就是它做出程式目录，它都有做。然后，但最后一个就是自己手工看别人 source， 然后去剪贴，就是再改出来这样。那这边有一点，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范例啊，就是 Rust 最重要的是那个 H， 就是 escape 标 HTML 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把它从 Rust 的程式码拔出来，做出一个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一行 code 就是把原本 HTML 的东西include进来，这样就可以使用基本的那个字串处理函数。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有问题吗？那接下来就是讲到一个个人的，就是实物的范例，就是聊天室这个东西，就是我原本就是有这个聊天室系统是全部用 Rust 做的，就是做在因为我们家的网站是免费论坛，就是论坛里面要给人家有聊天室的功能，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做一个这样的聊天室。那这个是非常简单，它的功能就是除了聊天之外，就是有表情符号跟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发言这样。然后后台就是管理留言和表情符号，因为我们每个论坛都有一间，都有自动生一间给它，这样。那后来发现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聊天室有点造成我们server上的负担。就是最后我们为了那个聊天室，还把机器从那个 Q60换到 i7，就是为了这聊天室就是吃资源吃的很多啊，所以后来我们在另外一个免费系统里面，就是我刚刚列那个 GameClub 公会网，
我就再重做，用 Sinatra 重新做一个聊天室。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前后台用不同的程式去做，就是前台就完全 Sinatra， 后台就继续保持 Redis。当然就是有部分的 model 的这个逻辑是有人共用，然后就是做了后台，然后而且是开端也是有新功能，就是 user 间可以设定坏人清单，然后防灌水，或是就是说还有就是用 RDC 方式可以从别的程式去呼叫它进行聊天室。那说这个有个比较可以参考的东西，就是说这是同一台机器里面旧聊天室和新聊天室的资源占用的差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光是那个黄色的部分就是旧聊天室啊，那蓝色的部分就是新聊天室。那我可以说，就是黄色部分那个聊天室，它在用的那个网站，它的 page view 其实还没有蓝色那个部分少。应该说它的 page view 还比蓝色部分那边少，但是它占用 process 数其实是比较多，而且每个 process 那个占用的机体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项目上是对你设备来讲是蛮明显的差异。这是讲的是一个实物的例子啦，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它是有意义的啊，当然它的代价也是有一些这样。那我个人觉得这样架构优点就是说，第一个前后台分离的状况下，安全上比较好。就是你这种事情，大家如果网站有在写的话，你就比较了解。就是说，你前后台分离的话，在不同的网址下，这样比较不会有就是比较不会有很多安全性的问题。那当然说，还有就是效能上，如果你同套程式就包了前后台的话，那它每次都要占用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即使直接聊天的人，他的那个 process 也占用到后台的，就是也会include到后台程式嘛。那这样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如果分开的话，因为后台的 process 一定很少嘛，所以这样的话资源消耗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缩减。那接下来是 QA 时间。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有稍微花点时间看，只是我不是很熟。Reg 跟 Sinatra 目前可以 run 的版本，确定的版本是在哪一版之后？最新的 Sinatra 是1.0。1.0。对啊，然后它对应的 Reg 是1.1。那同时 Reg 1.1也是 Redis 3用的版本。OK。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同时 run Redis 2、Redis 3跟 Sinatra 在一起的话，就是以之前的状况下 ，Sinatra 还没有1.0的时候，是因为 Sinatra 还没有1.0的时候，它使用 Reg 是1.0.1啊，然后你Redis 3是1.1，所以放在一起的话会有爆炸问题。但现在基本上你用新版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的建议是，如果要共用的话，就是直接让它全部用新的版本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还没试过Redis 3啦，这个要问旁边的爱好，就是对吧？这个我自己在Redis 2和 Sinatra 0.96我是国大学是这样跑的啦。OK。对。但是以程式码来讲的话 ，Sinatra 1.0和它的0.96是没什么差的，对吧？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那请问一下，就两个的 performance 差异大概多少？那那个feature 那个部分的话，就对这个部分啊，那个 concurrent 是大概每秒多少 ？concurrent 嘛，应该有50到100左右。50到100。我那有很多间啦。对，因为其实我两边的网站的聊天室开的目的是不太一样。那你看黄色的部分，这全部都是同一个网站。因为我那个系统，我们自己我们有把这系统是有租给别人用，黄色部分租给别人用的部分，那是在同台机器上面。那黄色部分那个网站的 concurrent 应该还比蓝色部分少一些，大概应该是少2/3，应该2/3左右吧。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记忆体，你单个 process 记忆体就有差了。不过这个环境是那个 RE， 就是 Ruby Enterprise。
如果你是用普通 Ruby， 那个前面记忆体会吃更多。那 Web Server 那边的话有什么两边都一样吗？哦，对，这是 Apache 跟 Python 学的，对吧？以我自己来看，就是不太可能会有别的东西。那我还要顺便提一下，这个部分是不是开 Thread 的模式来跑？如果Thread模式的话，应该只剩一只。但是我怕有的东西不Thread，所以我不敢开。还有问题吗？有问题要尽量问，因为我们时间还没到。差多少？还差多少？你想宣传吗？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这跟那个之前比较没关系，就是你之前做游戏嘛，那你觉得如果拿 Sinatra 或是 Ruby base 的东西来做游戏的这样效果会？做过，比如说 Game Server 哦，对，我觉得这个时代一定会有啊，只是游戏程式通常不会想到这种东西啊。就我在游戏界的时候才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耶，就 Ruby 对啊。基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的刚才会问 performance 的用意是说，因为事实上现在 Game Server 用的人非常多，你觉得说以 Sinatra 有没有办法 handle 那么大的量？这看你在机器少的情况之下，这看你什么游戏。你刚刚讲这是个 Web Server 啊，你如果它不是 Circuit， 它不是写 Circuit 的啊。如果你是个 Web Server， 那它就是你这个东西始终把它当 Web Server 用，那是不是游戏就无所谓啊？如果你游戏 Server 只是用发 HTTP request 就可以解决的话，那就是跟聊天室，它最极端的话就是跟聊天室一样而已啊。对，因为你 HTTP 就是无状态嘛，不是连接性，那就是一直发 request 进来，就是发多发少。那至少我确定就是说它的 performance 是真的很好，就是主要就是载入时间的问题啦。所以载入时间是就很快，就是你第一次按下去，要出来那个聊天室就是它出来整个 render 完的速度，那个速度是2S 可能要等2到同一台机器上，比如说 client 端，你感觉到你看到那个画面完全出来大概2到3秒，Sinatra 就瞬间。这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client 端就是你就可以看到感觉啊，对吧？哦。还有关于游戏方面的问题吗？没有，这是从做游戏到我就知道你会问。从做游戏做这个跨进来，有没有什么思维上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不是写那个 Game Server 的人啊，我比较承认，就是我以前最后在做 MMORPG 的时候，其实我是企划兼程式，所谓程式是说做工具程式，因为其实做 Game Server 的这些程式，大部分他们都不太懂 database， 然后很不幸的那时候那个游戏又是用 Postgres 做 DB，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些程式都把它当做档案在使用，然后所以我去那边做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帮他 DB 正规化，然后第二个就是写 DB 的工具给企划用，对吧？所以我的差别没有很大，但是如果你是对那种去写C写惯的人来找这个，他根本就是隔行隔山的状态，这是肯定